全球华人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健康生活尤其重要的节目啦，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吴敏环吴老师。那在我旁边呢，我们今天请到美女营养师王若玉王营养师，来，若玉跟大家打个招呼。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若玉营养师，那很开心来到这边跟吴老师聊天。营养师太客气，你知道吗？他的资历超丰富的，还包括说慢性病的管控啊、减重啊各方面的，这其实也是非常符合我们今天想要聊天的一个主要内容。也就是说，在食用油里面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到底油跟我们的健康的关联性到底有哪一些需要去深入了解的，这个我们就要拜托我们的营养师好好的来帮我们破解答案。所以第一个问题其实就想要请教营养师啊，我们为什么我们的食用油跟我们的健康的关联性在哪里？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选择这样的用油呢？其实油脂以前大家好像听到油都觉得哇，这个东西好像很可怕，因为热量很高，尤其在减重上面。但其实尤其是女生，对。但我觉得油其实真的非常的重要。油脂这个东西在我们身体营养上面，它有非常多的功能，是不是只是说热量上面的问题？那大家会比较担心油脂的热量高，是因为跟其他的食物，我们是算3大营养素有热量嘛？如果我们有上过国中的那个健康教育，会不会不小心透露年纪？课本有说，碳水化合物跟蛋白质1公克是4大卡，有，但是老师有教，对不对？营养标示也会算，但油脂呢，1公克脂肪是9大卡。很多人想说，天哪，好可怕哦！跟刚刚那2个比，就想说整个翻倍。对，所以以前油脂很常被大家觉得说，是一个不能吃太多的东西。但其实我们真的不要忽略油脂的重要性。我们全身的这个皮肤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器官哦，它其实整个外膜就是油脂，对，所以呢，应该有听过有一些人，就是如果说我们都面色蜡黄啊，然后皱纹很多啊，或是一些老人家很容易干燥脱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照顾过长辈，就是真的很有可能是他的油脂吃的不够，这个我就要自己检查一下了，这样对，容光焕发，吃了很多好油。还有就是头脑跟神经非常的需要油脂。对，所以包括这个之外呢，还有整个我们生理的代谢机制，还有我们的维持一些体温。那最重要的是呢，为什么我们跳一跳内脏都不会撞在一起？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跌倒，然后肠子跟肝脏撞在一起破裂，为什么不会这样呢？因为里面有脂肪在保护我们。像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才让我自己的保护机制装得非常的满。原来是这样子，有精心设计过。OK， 好，所以其实油脂真的蛮重要的，大家不要再污名化说就是不好。我就是为了这个才把自己搞成这样的。蛮好的，蛮好的。这个好。那我们其实一般人啊，除了说害怕说吃很多的食用油会变胖以外，其实太多的那种专业名词把我们消费者搞得头昏眼花的，就是什么 Omega-3 啊、Omega-6 啊、单一不饱和有的没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刚刚好借由我们今天营养师到我们节目来，那一口气跟大家说个明白。那就要交给我们营养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大家很常可能听到什么 Omega， 然后一堆数字，我们今天也不想要讲得太复杂。那比较常会听到的是说 Omega-3 和 Omega-6 这2个东西呢，这个叫做多元不饱和的脂肪酸。那因为脂肪酸这样的脂肪酸是我们身体没有办法自己合成的，所以它的重要性就是我们真的要从饮食去摄取。对，那另外一个叫做 Omega-9， 那它在我们身体里面是可以转换，但是这3个呢，其实基本上在饮食啊，或是我们生理机制上面都特别的重要。也就是说，3、6、9其实都是一个对我们身体有保护作用的脂肪酸。那3跟6是我们身体不能合成，所以它叫必需脂肪酸。没错，老师我这样对吗？好，那我们就要记住这个3、6、9，对不对？那3、6、9的话，大概像哪一些油品是属于3啊、6啊，或者是9的部分？我们先稍微介绍一下说，为什么3跟6
这么重要？因为它其实有一个比例的问题，我们再去聊到油品。对，因为其实油品大部分都是混合的，就是有的是3比较多，有的是6比较多，有的是9比较多。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油脂，可能就是饱和与不饱和。是对，这样听起来就变得很像化学课，好像有点无聊。但只是呢，想跟大家讲一个比较重要，就是我们身体在调节这个发炎的这个问题，发炎的机制就是从 omega 3跟6。那3跟6就调节。那3的话是比较是抗发炎，6对踩刹车，6是促发炎，踩油门。就一个是油门，一个是踩油门这样子。对，但是踩油门踩刹车了，讲错了哈。但是呢，简单来讲，我们正常的身体也是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发炎的机制。正常的发炎是正常的免疫反应，能够帮助我们修复一些细胞组织，所以不代表发炎就是不好。我们要先有这个概念。你是说一般的简单的发炎是 OK 的，对身体是有帮助的。我应该可以分成叫急性或慢性的发炎，这等一下可以细聊。但是我只是想先告诉大家，发炎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Omega 6其实也是必须的。我们理想上面呢，这个美国心脏血管协会有给一些建议啊，当然会希望说 Omega 3跟6，我们可能大概1比2到4这样子还不错，这样的饮食的比例。但是外食族基本上很容易就会变成 Omega 6过多，变成 Omega 3才1倍，然后 Omega 6已经10到20倍，所以有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再去聊后面的烹调用油的选择，的确是因为外食上面油品可能真的比较单一。对，所以是在外食族他比较容易吃到 Omega 6咯。对，因为Omega 6的油，就像刚刚这个吴老师有问到的说，我们到底哪一些油它的那个差异，就是它的组成到底是什么？对，这边就会比较有分说，因为其实各个油它是综合的，它是综合的比例，没有说一个油品然后里面全部都是某一种油，对，这个是比较难的，对，所以以这个观点来看呢，其实我们不要吃同一种油脂。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想法。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常常在节目啊，或者广告上面都会看到什么单一纯粹什么萃取啊，什么特级啊。可其实反过来，我们不见得要只吃某一种特定的油。其实我们多元的比例的油品的摄取，其实对身体反而是健康的。对，是。就是依照我们刚刚前面有稍微聊到这个饱和与不饱和脂肪酸，对，饱和比较是在这种室温下面是固体的油。这样就我们会想到什么油？猪油、猪油，对，动物油，大多的动物油都是饱和脂肪酸比较高。那另外有一种叫做椰子油，它也是饱和脂肪酸比较高的植物油。难怪它也是比较冷的时候就是固体的。对，现在比较冬天比较冷。还有另外一个饱和脂肪的这个叫棕榈油，就比较富含的。大家知道棕榈油会在哪里出现比较多吗？在什么地方？零食。大家听完之后，我们去那个便利商店逛一下，你把每一个零食的那个成分都倒过来看一下，大部分都是棕榈油。对，所以因为我们是会吃，大部分是吃荤食嘛，荤食者我们已经有吃肉。那肉里面就已经有饱和脂肪了，所以我们就不建议再用动物油炒菜，是因为饱和脂肪就太多了我们自己就有了啦。然后我们可以从外面摄取来的话，是最好我们就多吃一些植物性的脂肪酸。就是炒菜为什么要用植物油？是因为我们从肉里已经吃到太多饱和脂肪，而且还有吃零食，就像什么各种零食，对，不多说，可能有什么厂商嫌疑，开个玩笑。我倒是有想要帮消费者请教几个问题有一个就是说，人家其实常常听到说，像老师刚刚说到的 Omega 3，对不对？人家就说是叫鱼油、海豹油，可是又有听到人说什么鱼肝油。其实很多时候，阿公阿嬷他其实分不出来，到底鱼油啊、鱼肝油啊，它差在哪里啊？那应该要怎么选才对我想说这个也请我们的营养师来给我们大家解答一下。好，其实鱼油这个最近真的蛮红的，因为我们刚刚我们可能只聊了一下 Omega 的问题，但没有细讲。我们现在可以直接进到这个 Omega 3的主题。对，因为 Omega 3其实对我们身体是真的没有办法合成，所以我们要必须自己去补充必需脂肪酸。那它很长的来源就是来自于深海鱼，所以我们饮食真的要
很刻意的去吃到这类型的东西，其实有时候蛮难的，因为可能比较贵，不然就是不新鲜。我以为深海都是住那个海绵宝宝，还有派大星。它其实主要是深海鱼油，其实是 Omega-3，对不对？那因为可能我们饮食很难摄取到，所以就会有一些相对应的保健食品，像刚刚吴老师聊到的，那就会有什么鱼油、鱼肝油。对，好，鱼油就是里面就是从鱼类的油脂萃取的，那就是 Omega-3。但是另外一个叫鱼肝油，一样吗？这个就是不太一样，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是因为它名字实在太像了，只差一个字。所以我其实常在电视上看到购物网站，它上面写说什么鱼油、鱼肝油啊，都是一样的，其实是不一样，是不是？对，其实不一样。鱼肝油它是从鱼类的肝脏去萃取出来，一个是油脂，一个是肝脏，不太一样。所以一个就是单纯的鱼的肝脏，然后一个是鱼的脂肪。对，那主要肝脏的话，它的营养成分是什么？那鱼肝油里面就比较富含的是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D 啊，我在我这个年代以前有一个那个保护眼睛、保护牙齿、骨骼强壮。对对对，不能讲牌子，对，不能讲牌。我好像没有加钙，我应该不是这个年纪呢。对，那个就是鱼肝油，因为它有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D。对，就是骨骼、眼睛、皮肤的健康。合理。对，但我们想吃 Omega-3是主要是想要吃到里面的 EPA 和 DHA。哦。对，那 EPA 其实它比较注重在于全身的抗发炎，是抗发炎的作用。对，那另外一个 DHA 呢，大家可能有听过说，那个孕妇要补充 DHA， 因为它跟神经，尤其是脑神经的发育非常的有关系，或是有一些长者可能有一些脑部的退化性的这种神经疾病，其实 DHA 它就有帮助。哇，那这个很重要哎，因为现在认知功能也是长辈很欠缺的。对，因为就是人口老化，所以老人越来越多，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而且现在长辈又特别喜欢怎么样吃水煮菜、水煮餐，反而都是没办法有效的去摄取这些食用油。对，吴老师真的讲得很好，因为我个人也有在看长照的一些居家访视，就是政府的长照 2.0 的服务，长辈真的是吃的很少的油，他们非常害怕吃油。还有就是民间很容易会觉得有这种概念，就今天如果有一个人生病住院了，我要煮粥，这个粥里面就会无油又无盐，请问大家觉得这样好吃吗？不好吃，然后人家都已经生病，胃口不好，还煮一个无油又无盐的东西，所以拜托，油很重要。哇，你很特别呢！我一直以为这个营养师都会叫大家要多健康、多难吃这样的，其实反过来是先有愿意吃的意愿，这件事很重要。对对，这个而且油品其实也有健康的成分在里面。对对，营养要看前提啊。如果吃不下的话，其实营养师不会管你要吃什么，你要吃炸鸡配可乐，我也没有意见。是，我们要有前提，但是油真的有好坏之分。是，对，哇，这太棒了！我们今天就是破除迷信，对不对？我们甚至在那个有时候社区长辈，他还跟我说：“老师，我拢不爱吃吧，我拢吃菜。”对，就是只吃素，然后又不吃油这样子哦。但是其实这样反过来是不健康的。对，我们可能稍微介绍一下好坏油好了。是，对，好油其实我们刚刚也聊到一半，这个369刚刚聊嘛，深海鱼，或者是说我们从一些补充保健食品的补充剂，要分清楚是鱼油还是鱼肝油，这两个不一样。对，再来的话呢，就是植物油里面也有是这个 Omega-3 的油脂油品，叫做亚麻仁油，还有另外一个叫印加果油。哦，最近很红。对，就贵族的油这样子。对，那另外呢 ，Omega-6 比较常见的会是在什么样的油呢？像是花生油、芝麻油。对，芝麻油就有分嘛，我们有香油，就是白芝麻弄的，是。然后黑麻油就是黑芝麻用的，大家都知道吗？这很有趣。好，然后所以老师，其实你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今天不管选择什么样的油品，其实最重要的反而是这个油品本身它到底富含什么样的 Omega，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脂肪酸，是不是我们需要的？对，如果它今天是需要的话，其实我们不见得要去崇尚名牌或是不是进口，
说不定我们其实也可以从我们国产的油品里面去选择适合我们的内容。对，像刚刚讲的花生油、芝麻油，还有大豆沙拉油、葵花油，它都是 Omega 6的油脂。对，那这里面呢，其实大豆沙拉油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它里面的 Omega 6跟3的比例其实比较接近我们理想上的这个3倍。哦，对，所以你是说，其实大豆沙拉油本身就已经帮你调好了，而且调出来的就是我们国人所需要的比例吗？对，就是它是一个，我觉得真的是 Omega 6里面又可以选择的一个油品，但是我们也没有要强调单一油品就是它最好，然后只用这个。是，反正大家一定要记得，吃东西就像买股票一样，一定要分散风险。对，不是说深海鱼很好就狂吃鲑鱼，因为很多年轻人都这样，或者狂吃鸡胸肉，对不对？拜托千万不要，一定要什么都吃，油也要什么都选。那另外一种类就是 Omega 9，Omega 9比较不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 Omega 3跟6这个抗发炎、促发炎的平衡，所以它其实也是很好的烹调来源的油脂。像为什么橄榄油这么有名，就是因为它比较是富含 Omega 9。是，对，那当然台湾也有很棒的这样的油品叫苦茶油，拜托我们要多多支持国家经济。对对，还有芥花油，啊，酪梨油可能比较是进口的这样子。而且台湾本土的油，反正它那个香味很好像你刚刚说到芝麻油、花生油、苦茶油，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台湾的特有油种，而且又本身也富含相当多好的营养成分。对，那请问若玉营养师那像我们在外面呢，要怎么样去挑一个好的油？第二个就是我到底回去之后应该怎么保存这些油品？哦，对，油品真的很容易坏掉，我觉得一律建议不要买太大罐。真的超容易坏的，因为我觉得台湾好像真的比较潮湿。对，那密封其实都 OK， 那有塑胶瓶或是一些玻璃瓶等等，这个就看个人。那当然也有那种金属桶，比较是外面外食会用的。但我觉得可以选择这种避光的玻璃瓶，尤其是一些比较像是橄榄油啊、苦茶油这种，它可能很容易会坏掉，就是光线照射。那我们放在家里呢，其实真的就是要在阴凉的地方，然后要注意这个保存期限。所以不要曝晒，这个是大重点。对，而且保存期限其实是开封之后就要尽快用完。是，它的保存期限是你没开封可以放那么久。我之前遇到一个阿嬷，她跟我说她去北港进香，然后那是3年前，然后问我说这个油还能用吗？我就跟他说，我们还是先不要，对不对？这已经超过保存期限太久了。对，而且其实你闻一下就大概知道有一些怪怪的味道。所以还有什么要怎么样去看？有闻的方法。对，那还有标章，其实我们也都可以参考，像是一些这个政府认证的 TQF 良好的这个食品，然后还有建字号，或是一些 ISO 22000 HACCP 这各种的，反正你拿起来看，这个上面有一堆标章，看起来就还 OK。不要买那个市场有一些自己在炸的，我是觉得真的比较不安全，因为完全不太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它的后面的工厂，就是你真的出问题也找不到人，这个商品上面没有电话的，也不卫生啦那在外面人走来走去，那灰尘这么多，在那边炸也蛮可怕的。可是有一些人会有在追求这个，说这个最好，但我自己个人觉得有一点要注意卫生安全，这样是。所以其实你刚刚有说政府有帮我们做严格把关了啦，我们要证明这些标章就可以了，这样。对，那保存上面除了我们要阴凉，不要晒到太阳之外，其实油大部分是不用冰的。还有要远离火源，这应该是他会知道说很危险，然后要关紧瓶盖啊等等。那回锅油是建议另外保存，应该没有人会倒回去吧？应该不至于啦好 ，OK， 大概有这几个小技巧提供给大家参考。通常他这样子回锅可以回锅几次啊？我自己觉得回锅一次就可以很够。哇，这个很重要。好，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我们的王营养师来跟大家做分享。那相信呢，大家都学到了很多油品选择的小技巧。那我们下一次再邀请王营养师来跟我们做更多的系列分享咯。来，我们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拜拜，拜拜。